好，我是阿力。今天呢是美国西部时间5月30日的凌晨。那么我今天告诉大家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啊，可能这个牛市真的是已经结束了。那么这一次的行情跟以往都不一样，不管是时间上还是空间上，都呈现出来了不同的这个形态。那么我今天视频会跟你分享一下我自己的操作思路。当然呢，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啊，每个人都不太一样。首先呢，非常抱歉啊，我今天白天睡了一整天，那么大家的留言没有来得及回复啊，中间醒来上厕所看了一下行情，那么一看呢是没有暴跌，我就放心继续睡了。但是醒来之后我仔细想了一下，其实呢没有暴跌才是应该提起警惕的因为暴跌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阴跌，一直阴跌下去，而且我们等待的这个政策的利空呢一直不下来，这就难办了。那么我刚刚还问了一下国内做矿机的朋友，他告诉我说最近矿机的价格呢也是在跌，整个市场的看跌情绪是非常的严重。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这个盘面啊，首先这个狗狗币的走势那么这个图片呢显示了狗狗币目前的走势是标准的下行通道了。那么大家看看啊，这个我是很不死心的啊，我还是在下方画了一根支撑线，但是呢现实是非常无情的。我知道这根支撑线根本就是一个安慰。那么大家来看一下比特币以太坊下面的这两个图片啊，它们的走势呢都是差不多的。那么总之吧，结合所有的消息面以及这个盘面，我不敢说呢这就是大熊市到来了，但是呢大家一定要根据自己的这个资金的状况进行一个自我保护，除非你跟我一样放进去的它根本就是闲钱。我之前也说过了，我放进狗狗币的钱就是我这几年戒烟省下来的烟钱。那么如果真的是归零了，就当我这几年抽烟给抽掉了，如果真的是能够爆发，那么就当我的这个戒烟的一种奖励如果说你也是这种情况下的话，就是放的闲钱那无所谓，放到里面就放到里面了。但是呢，这个我根据后台大家的留言可以知道啊，很多人把自己的身家性命都放进去了。那么尤其是某位这个币圈大佬，他之前总是告诉大家梭哈 all in 之后呢，很多人就脑袋一热就跟着一起就 all in 了，梭哈了，然后呢就天天来我这个频道呢寻求安慰。因为这位大佬最近一直在喊熊市来了。我今天呢并不是来批判谁的那么币圈大佬也好，哪个专家也好，他们说的某些观点，在说这些观点的时候对于你来说已经属于一种滞后的信息了。不仅仅是消息滞后，比如你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你还是非常的不确定，你需要再看看其他博主的观点。那么如果还有其他博主有同样的观点，你才敢去操作。所以说这根本来说对整个过程下来你就是落后很多了。那么对于发表观点的人来说，或许在那一刻他是对的，但是呢市场一直在变化。那么这个币圈呢是我见过风云变化最快的市场没有之一。所以才有人说币圈一天人间一年。或许我今天让大家来减仓这个操作，明天就来大牛市了，这也是有可能的，完全不排除这种可能性。那么我说了这么多只是希望大家，既然你进入这个市场了，就要抱着这个学习的心态不能什么事情都要靠别人去拿主意。那么任何人他都有错的时候那么我这一次行情最大的一个错误就是太乐观了，太小看庄家了，或者是太低估国家层面的这个影响力了。所以说在高点的时候我没有任何的减仓的操作。但是话说回来，我真的不后悔，还是那句话，我就是抱着一种学习的心态去做这件事情包括我做这个油管视频也是一样。那么任何事情都是这样子的，人生也是如此，起起伏伏，跌跌宕宕，你永远都不知道下次行情什么时候到来。那么既然这样，何不躺平呢？那么我昨天也发表了一些关于躺平的一些观点，并结合了我自己的经历，说了一下我的看法。很多朋友说我那个根本就不算是躺平那么顶多只是算这个韬光养晦，或者是说延世享乐，或者是说一种奋斗。总之吧，大家都说的都对我认为的躺平呢，就是我昨天视频里面所讲的那个逻辑。那么你不能说我躺平了，你们就来吧，我就是这么颓废了。那么这不是躺平的核心的理念这是一种自暴自弃。那么我还是希望看我视频的朋友们，不管多么的绝望都不要放弃自己的未来。我前段时间经过一家蛋糕店的时候看见门口有一个白人无家可归的人呢，在这个讨钱。本来以为这就是常态了，因为美国这种 homeless 的人非常多，那么根本就不会理他的。但是呢，当我走近的时候，我发现他在捧着一本书在读。虽然说浑身上下这个人是穿的破破烂烂，但是
这个他的样子啊，让我觉得这个人他可能只是一时的困难，他不会在这个地上躺得太久。于是呢，我就把身上所有的零钱都给了他。那么当我们这个相互对视的这一瞬间啊，我仿佛就看到了以前的那个我自己啊，因为这个 homeless 的人是一个非常年轻的人啊，可能呢也就是20岁上下。那么我说这么多的意思呢，就是只要你不放弃你自己，那么这个世界呢就不会放弃你。好，那么我们接着来说回狗狗币啊。那么我自己的思路呢是不会卖掉任何一个币。我刚刚也说了，我的钱就是放进去的钱就是这个闲钱，而且就算是卖掉之后呢，我也不知道应该去投点什么了。而目前这个美股呢也是在山顶上了，其他的产品除了黄金啊有可能会涨，那么其他的这点钱我这点钱能买得起的几乎都没有了，对吧？我知道大家跟我的情况相似的也有很多人。就如果说你的钱在2年内都用不上的，你可以跟我选择一样的操作。如果说你这2年内会用到这笔钱，那么你自己看着怎么去处理一下。大机构这个手里面的钱也是一样的啊。那么我一直都在观察木头姐 Casey Wood 他的 ARK 基金，本周呢还是在买进灰度基金的比特币。那么他们的钱跟我们还不一样，他们的钱呢是不能大批量一次性全部进去买这个比特币，他们只能够长线来布局啊，慢慢的一点一点的买进。那么从这一点上来看啊，木头姐宁愿是在短期内让他这个进去的资金贬值，他也要选择去提前进场。那么这个操作我是非常佩服的。那么从这一点上来看呢，他是认为将来某个时间段比特币暴涨的时候，他们是来不及进场的，所以说才会选择慢慢的一点一点的买进。那么我每天呢都在观察木头姐基金的资金的动向，等他们这个持仓比特币的比例高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等小散们都拿不住币的时候，或许才会有新一轮的大牛市的到来。但是呢，等那一天到来的时候，我相信很多朋友已经离场，都发誓再也不碰这个币了。所谓是一朝被蛇咬，10年怕井绳。那么大家的这个心态都是差不多的。我也分享过之前我的经历也是一样的啊，因为人呢都是这样子的，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一个通性啊，一个人性里面都是有这种缺点的。但是呢，这种经历带来的离场，那一定是错的，这也就是大资金所希望看到的一种结果。很多留言的朋友啊都很有意思，说只要我一吹狗狗币就会跌啊。那么昨天视频我吹了，说今天又跌了。那么今天我就不吹了啊，我就不吹这个狗狗币了，但是我还是让大家适量的进行减仓。那么如果我真的是一种反向指标的话，我一定会天天这么做的。但是呢，这都是大家的主观臆断罢了啊。那么我怎么能是反向指标呢？太搞笑了。那么很多人都说在熊市里面就不要出来乱说话了，其实这也是不对的。熊市里面我们还是能够学习很多东西的，你可以不操作，但是你不能不学习。如果你经常看我视频的话，你一定知道我的节目最后总说的一句话是共同进步，一起发财。那么这个进步呢，不是只喊口号，每个人都要有自己的一个规划。那么我每天呢都在大量的阅读各种资料，看很多人的视频。那么只有这样子就是吸取各家所长，才能进步，才有机会发财。那么我希望大家都要有这么一个过程，哪怕你每天只读1页书，只读1篇文章，那么1年下来你也可以通读很多资料了，对不对？那么我接下来呢会在会员区分享一下我最近的一些读书的心得，以及一些好书的一些书单。好，那么愿你和我共同进步，一起发财。 Peace。